一碗牛肉面，早餐的一颗蛋，下午的一杯咖啡，还有一块巧克力。这几样看起来没什么关联，但在2026年，它们很可能会做同一件事，一起变贵。外媒点名了6种食品，今年的涨幅特别惊人。有趣的是，它们涨价的背后其实是同一批推手。今天想聊的不只是什么变贵了，而是这6种食物怎么被气候、疫病和关税绑在了同一张涨价的清单上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我们一种一种看。第一种是牛肉，而且被很多专家列为榜首。原因很直接，美国的牛群数量已经降到数十年来的最低，有数据甚至说是75年来的新低。这几年的干旱让牧场养不起那么多牛，再加上饲料和人力成本上涨，供应一少，牛肉价格就一路冲上历史新高。第二种是咖啡，咖啡出现了2位数的涨幅，主要的产区碰上恶劣天气，收成变少，再加上进口关税，而像美国这种国内几乎不产咖啡，只能靠进口的地方，涨得特别明显。第三种是蛋，影响蛋价的一个是禽流感，数百万只家禽死亡，供应一断，价格很容易被推上去。另一个是蛋鸡饲料的成本。第四种是乳制品，也就是牛奶、cheese 和奶油。农民要付更高的燃料和饲料钱，如果养牛节奶不再赚钱，愿意做的人就变少，供应一减，需求还在，价格自然往上。第五种是糖，气候变迁会影响甘蔗和甜菜的收成，而且产糖大国印度把很多甘蔗拿去做乙醇燃料，又减少了糖的供应，再加上进口的关税和运费，糖价就被推高了。第六种跟着糖一起涨的是糖果和巧克力。糖是甜食的主要原料，糖一贵，糖果就跟着贵。巧克力更惨，除了糖，可可本身也同时被坏天气和关税夹击。如果我们把这6种食物摆在一起，会发现它们背后其实是同样3条线索。第一条是气候变迁，干旱、极端天气直接打击了牛、咖啡、可可、甘蔗这些农产品的产地，产地一减产，全球的供应就跟着紧。第二条是疫病合并虫害，像禽流感让几百万只鸡消失，可可产区的病害让树一颗颗死掉，这些都不是成本变贵那么简单，而是东西直接变少。第三条是关税和供应链，当一个国家自己不太生产，必须靠进口的时候，进口的关税和运费就会被算进最后的售价里。这里带一个名词叫大宗商品，白话说就是像牛、咖啡、糖这种大量生产、全球交易的原料，它们的价格其实早在你买到之前，就已经在遥远的产地、期货市场，还有一张张关税清单上被决定好了。换句话说，一个食材从产地长到你的餐桌，中间隔着的是整个世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你才会发现，同一段时间里，好几种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食物，会像讲好了一样，一起变贵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视角收回到台湾的餐桌上。台湾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仰赖进口，总和的粮食自给率长期大概只有30%上下，所以这些全球的涨势并不会跳过我们。它会透过进口一路传导到你的牛肉面、早餐店的那颗蛋、咖啡厅的一杯拿铁、手摇饮里的糖，还有甜点罐里的巧克力。而餐厅面对成本上涨，通常有几种选择：直接涨价，把某样食材从菜单上拿掉，或者悄悄的让分量变少一点。比如同样一碗牛肉面，价钱没变，但牛肉片默默少了2片。这种同价格却变少的现象有个名字叫缩水式通膨。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？其实不多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。留意促狭庸时囤一点，多选当季和在地的食材，以及做好心理准备，有些东西的价格可能真的回不去以前的铜板价了。从6种一起变贵的食物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件事：我们的餐桌从来就不是一座孤岛。气候、一场疫情、一时关税，都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悄悄改写我们晚餐的价钱。所以我们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当便宜越来越像一种奢侈，你会为了省钱而改变自己的菜单吗？而下一次看到某样食物涨价，你会不会也好奇一下，
它到底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先长起来的。我们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